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我因撞破了男友二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零下50度，而我被活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，气温高的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，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二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。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二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二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二蛋下班回家。二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二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你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二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二天二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，开着新买的二手车离开了。因为平时上班太远，我想出去能方便一点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金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冬暖夏凉，洞内还很干爽，所以我爸将它收拾收拾，做了家里的储藏室。有这个恒温的防空洞在，我还怕什么高温低温？我让保洁帮我将防空洞里清理干净，又去找了几个师傅，请他们帮我用石灰水将里面都刷了一遍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二蛋打了电话过来，深情款款地问我卖房的事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卖房子的手续办得咋样了？我敷衍了几句后挂掉了电话。狗男人果然慧眼，满嘴的想念，怕是正跟小美在庆祝终于骗得我肯卖房了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人来帮我改善防空洞的通风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死前的大雪已经漫过了腰，所以原先那种通风眼肯定会被雪堵上。这次我直接将每个通风口都加上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顶头还焊接了不锈钢帽，这么一来，雪就不会落进通风管内堵塞通风了。然后我又买了2套壁炉，一套纯取暖，一套取暖做饭两用，都有烟筒可以伸出去，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。安装好后，便是大批量的买木柴和木炭，又买了烤炉。末日来临时，水电燃气都指望不上，只有最原始的木柴最保险，既能取暖又能做饭。虽然山洞恒温，但我也不确定那温度到底会低到什么变态程度，所以有备无患。想到水管也会冻裂，我索性又找了师傅来帮我在地下室里打井，和防空洞一样，井水也是恒温的，外面再冷它也不会结冰。打井师傅很诧异，说别人都是把井打在院子里，我为什么要打在地下室？我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说我在研制护肤品开发，要用不见天日的水才行。那师傅顿时被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糊弄住了，带着一脸的佩服。接下来我便是囤物资，若家里没有物资，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考虑到会没电，我买了30箱蜡烛，20个太阳能充电灯，2箱火柴，大米500斤，
面粉50斤，干面条20箱，方便面20箱，水200箱，各种干菜、饮料、咖啡、罐头、卫生纸以及各种我能想到的药品、纱布等。我将这些物资都安放妥当后，离那场低温只剩了1星期。这期间，二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卖房事宜，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我心想，我看你还能嘚瑟多久？我重生回到极寒末日前20天，将地下防空洞打造成末日庇护所。上一世我因撞破了男友和好闺蜜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将我活活冻死在门口。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还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我忍着恶心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二蛋答得极顺口：“当然爱呀。”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“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”话音一落，小美跟他无声地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“听见了，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”他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“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”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？没见就好。他最近为给他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很像他，但是希望不会是他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打电话声音更清晰了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1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他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她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，我更想知道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。他打来电话：“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边懒洋洋说道：“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”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：“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”我语气稍稍认真：“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”二蛋暴跳如雷：“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”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：“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”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：“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！”我冷笑：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我挂掉了电话，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，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“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近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”二蛋大怒：“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，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”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。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